所以你要这样，他要这样啊？等一下。啊，哎呦！大家都说新加坡是个不夜城，而在这个不睡觉的城市，有一种公共设施，我之前没有很注意，但最近因为要凌晨4点摸黑上班，所以开始注意并且欣赏我们的噔噔噔噔，新加坡的路灯。为了确保我们在夜间还有较暗的时候呢，能够安全的使用马路，新加坡全岛的每一条马路上都设有路灯。其实我觉得晚上在新加坡开车真的看得很清楚。我就想，到底新加坡全岛有几盏路灯呢？一共有几千，应该超过几千吧，几万盏吧。让你来猜一猜，新加坡有几盏路灯呢？选择 A 51000，选择 B 11万，选择 C 21万盏路灯。观众朋友，你的猜测是什么呢？我还是有很多好奇的问题。我们新加坡的路灯为什么是8角形的？几点开关？怎么开关？我到底应该问谁？就问我，我就是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街灯达人。你好，我是佩芬。你好，我是一正。太好了。OK， 第一道问题就是，请问新加坡到底有几盏街灯？我们大约有11万盏路灯。11万盏，6位数哎。对啊。那一盏路灯跟另外一盏路灯之间的距离呢？新加坡路灯设计公司会在乎到路的宽度，当路越宽的时候，我们的路灯会更高，灯管的距离稍微比较远。我们在新加坡是使用2种不同的路灯，3000K 软白灯和4000K 白灯。高速公路上面通常我们是用4000K 白灯，这会让驾驶人员稍微比较精神一点，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通常在小路和住宅区，我们通常是用3000K 软白灯，就稍微比较低，灯管的距离就会稍微比较近。51F， 哇，那如果是第11万盏灯，那个号码不是到这边吗？不是的，不是的，全新加坡的路名它有独特的号码，这会让维修人员更容易的寻找到该维修的路灯。哦，所以要知道哪一盏灯，就是先找路名，对，然后每一条路都有这个号码。对的。哦 ，OK， 那这个箭头又是什么？这个小箭头就是指向它的控制箱，大概是在那个位置，维修人员就可以到那一个控制箱去。哦，因为那个箭头指的是这边啦。对，这样就减少了他们寻找控制箱的时间。接触到新加坡的这个路灯哦，我觉得应该多年来就很多的进步嘛。对，现在的路灯系统跟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以前的路灯的分别是在于它的灯源是稍微比较黄，而且它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的亮起来。现在的 LED 路灯我们就立刻开立刻亮，也节省能源，也寿命也稍微比较长。我相信呢，这个新加坡的路灯系统应该是有很多玄机的，可以请你带我去探索吗？好，让我带你到天桥上了解多一点。好。Ethan， 我在想你刚刚说的一句话，你说我们是全球首个全国智能化街灯的国家，那智能化街灯是怎样个智能法？这个智能系统叫 RCMS。它有3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远程遥控，它能自动开关，它也能在故障的时候发送 SMS 给维修人员。那这个跟以前的系统有什么不一样吗？以前是用 timer， 我们的时间是固定的，现在是我们可以更精准的跟住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它会根据每天的日落和日出的时间来开关灯。说如果下大雨，而且还是阴霾的时候，四周围会比较暗的话，我们会远程操控而提早的开路灯。
等等，难道那个路灯有眼睛可以看到明暗吗？刚好我有一个 sample， 对，说这个就是它的 light sensor， 它通常会收集环境的亮度来决定需不需要开那个路灯。放在上面的那个。对，就跟上面那个一模一样。那在拥有这个 RCMS 系统之前，应该比较不方便吧？对，没有 RCMS 之前，我们会经常的夜间巡逻，发现到底哪里的路灯有故障，我们也需要公众给我们的反馈。所以有了这个自动化智能的 RCMS 系统，应该带来很多便利咯。它能自动的检测故障，而减少了我们夜间巡逻，它帮我们节省了4200公时，公众的反馈也减少了差不多88%，投诉也减少了，那太好了。你刚才说这个节点要收很多讯息，然后要传送出去，是怎样传输出去呢？它会传去我们的控制箱，它就在下面。OK， 那我们要下去看看吧。好的。这个不起眼的箱子，你怎么会带我来看这个呢？这个控制箱是控制一组路灯，每个控制箱的编号都不一样，每条路都有自己一个控制箱，它的编号是根据跟最接近的灯柱的号码。那我也看到号码旁边有2个箭头，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代表这个控制箱控制两边的路灯，差不多20到30盏路灯。那我们刚才在路灯上看到的节点和这个控制箱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这个节点吗？是。OK， 这一个控制节点会收集的信息通常会传到这一个小黑钮。其实这一个是一个 antenna， 所以它收集的信息都会传送到这里，到我们的 micro access point。哇哦，我还以为它只是一个开关呢，用来开那个箱子，然后再把它关回去。不是的，不是的，它有用处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的。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OK， 谢谢我们的照明达人Eden，今天给了很多的传授很多知识给我，谢谢你。除了街灯，陆路交通管理局也负责管理其他通勤设施的照明灯，包括有盖走道、脚踏车道、巴士站、德士站、人行天桥等。自2024年3月，陆路交通管理局就在这些通勤设施的 LED 灯安装远程监测系统，目标是在2025年中完成。看我换上了安全背心，站在马路中间，因为陆路交通管理局即将要带我去探索福康宁汽车隧道，已经封马路了，赶快前进！我的达人在这里，一中你好，佩芬你好。OK， 我们今天来这边是要赏灯，对吗？对，没错。我觉得这个隧道呢，虽然现在是深夜嘛，但是我看这隧道里面，我不会觉得很刺眼。对对对，所以你看到的呢，其实是夜间模式，所以它的那个灯光呢，其实是压到最低。所以就还有其他的模式啦。对对，还有这个我们有这个日间模式。日间模式，对，但现在是夜晚呢，你就不能让我看了。所以你要这样，他要这样我是不是我拍掌它就亮了？所以这个就是日间模式。其实这个日间模式呢，其实它会跟着隧道外的那个灯光跟那个灯具做一个调整。一中，刚刚你示范了2种模式，一个是夜间，一个是日间。然后日间模式呢，就有2个亮度哦。日间模式呢，其实有7个亮度。那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启动哪一种亮度？全靠我们这边的这个 photo sensor。所以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了解这个是光传感器、感应器感应器。对，它怎么样操作呢？其实它是监测隧道外的亮度，然后把这个数据呢传回给我们的控制器。那控制器呢就会对隧道里面的灯具做一个亮度的一个调整。然后这整个过程是自动化的。对，这个整个过程是自动化，完全没有人在操控。对，没有人在操控。哇，好厉害哦！所以这个传感器它上面是一个镜头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类似镜头的仪器了，可以让光进入，然后探测多少？对对对。
那如果说下雨啊，然后有风吹啊，叶子贴在上面，或者是鸟啊决定在这边当厕所，那怎么办？哦，其实那个water sensor 其实有一个刷啦，所以它会定时的进行这个清理的功能。不要告诉我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对，这个就是按那个水箱。这么厉害啊，都自备好了哎，所以它有那个对像雨刷这样子。对对对，没错。哦，就确保它探测到的光是正确的。对。嗯，没错不过当然这个也要就是定期维修啦。对，隧道里面的灯呢，其实我们的那个控制中心呢，都有人员在进行这个监控，所以如果这个灯具呢有故障还是有问题呢，其实我们的控制中心的人员其实他们是会知道，所以他们可以派这个维修人员呢下来做一个调查，还是进行维修这样的活动。那其实我也发现到，我们现在站在那个入口嘛，对，那入口这边的灯哦，其实它嗯灯的本身的数量就比较多，比起可能更深一点的地方。其实隧道里面的灯呢，其实有分成2种嘛，所以一种我们叫它成base light， 所以它的颜色较白，所以它是24小时都会亮住。所以那个夜间模式就是那个 base light，就是对，没错。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灯，我们叫它 reinforcement light， 所以这些它的颜色较黄，只有白天才会开着，所以这些灯呢也是在隧道的出入口你们才会看到。哦，所以可能有带一点黄的光，其实看起来对我来说也比较舒服一点啦。就是我从外面这样突然间进来那个隧道，然后就不会这么刺眼。我们都知道了，白天的时候那个太阳的那个亮度其实是很高的，而隧道里面的亮度呢其实是较暗的，所以有这个差距。这个灯光呢就是帮助那些驾驶者，在他们加入隧道里面的时候呢，让他们的眼睛可以做一个调整，还有一个达到一个舒适度的感觉。其实我就发现你头顶上的那个橙色电缆，感觉上好像是刚刚更新的，是吗？对，没错。哦，是什么更新工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更新成 LED 的这个计划。哦 ，OK， 所以现在福康宁汽车隧道那个灯已经是 LED 了。对对，已经全部都换成了 LED。哦，那新加坡其他地方呢？陆陆续续我们也是会更新其他的隧道把它们换成了 LED 了。OK， 那应该是有特殊原因吧？其实 LED 呢有几个优点所以首先它需要的电力较少，所以呢也是节能帮我们减少电费也是。第二，它的那个寿命比较长，所以呢我们更换这个灯具的那个频率呢较低，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可以减少这个维修费。哇，今天真的学了很多非常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好了，那你就继续加油啦，我要回去睡觉了。好，拜拜。我终于可以下班了。不过其实今天晚上近距离的见证了维持我们新加坡的设施完善齐全的这些幕后工程他们的工作。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应该有多一点的感恩的心，然后呢，也要多多的去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新加坡这边有很多东西，我们平时不会注意到，但是只要你好好的去体会呢，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活在这里真的是很幸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家园会那么的安全，照明有那么亮的那个光，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